送关怀，满心送关爱，粉红的报充满爱，赶快订阅起来，有功不如愧对父母，别说态度，观众要走入了啦，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，如花是命运安排，表现的不愉快，不如触动如个风花绝代，如他的中所期待，如出人生的精彩，如啦啦，那次不如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，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。中共自建政以来，有一套经常使用的统治手法，被称为群众斗群众，也就是分化统治，以制造内斗来达到外控的策略。历史上的实际案例像是文革时期，毛主席号召红卫兵批斗所谓的走资派、反革命分子，实际上让老百姓互相举报、批斗、打斗，家庭反目、朋友互害，几乎全国陷入自我撕裂的疯狂状态。还有土改运动、煽动农民揭发斗地主，以及6四天安门后用爱国学生 vs 维稳群体的叙事来制造社会对立，转移对中共本身的愤怒。而这样的操控手法也延续至今。在中共的语境中，只要你支持台湾有自主权，否定中共的统治正当性，不管你是台湾独立建国派还是中华民国派，通通被打成台独分子。台独这个词在中共的话术中不是法律分类，而是方便用来妖魔化的政治抹黑。中共这样做不是要说服你，而是要让你彼此互骂，要让大家放弃团结。随着网络发达，网军产业盛行，现在中共也会使用网军小粉红，在网络上扮演不同角色，刻意激化立场，让人们彼此互骂，而忽略真正的迫害者是中共。有时会扶一打二，踩一捧一，透过这样的方式，在一个群体里拉一派打压另外一派，最后控制整体。而这阵子我就发现了这招中共的分化手法出现在我和八炯身上，当然对我们是没用啦，只是我觉得可以拿来当案例教材分享。我就有留意到有一些网军和小粉账号会想挑拨分化我和八炯，像是我频道会有这样的留言，不如八炯拜拜。也有这种明明不同账号但都洗地流一样的内容，带各位看一下。我觉得前几天别人节目有说你们的不同，八炯用心在做事，你用心在做剪辑，断章取义，剪辑造谣抹红，这真的很低级。八炯影片虽然有时候没什么内容，但至少不会造谣剪辑的手法去抹黑别人，甚至还是原本我们阵营的人，看完影片来给你鼓励，更多是奉劝把爱。而且他们还会买赞，帮自己的留言按赞，营造出很多人认同的假象，也让系统推他的留言上去，让更多人看见。另外这则也留一样的内容，我觉得前几天别人节目有说你们的不同，有没有？然后点进去看这些账号内容还有用印地语发文的，很明显就是网军的免洗账号，而且应该同时有在印度做不同的任务，因为印地语是印度的主要官方语言。先前也有发生中共收买印度网红当大外宣，配合认知作战，塑造对中国有利的舆论环境的情况。那我发现这种想分化台湾人的事情之后第一时间也和八炯说，毕竟台湾的反共网红不是很多，真的得适时抱团取暖，也资讯交流一下，互相提醒。那八炯有和我说他从自己的后台去查询该账号，查完发现这些人根本没看过他的影片，还都没有留言过，反正就是网军来乱的，要演还演不好。但借由我们遇到这个分化手法，我想要提醒各位，是有这样的招式存在，请多加留意中共网军对台湾人的分化。随着大罢免活动的进行，接下来中共对台的攻击与造谣肯定会越来越频繁，大家不要上当了。我先前有点未雨绸缪所以有发文声明过。有些人可能没看到那篇，我拿出来讲一下我的想法。我向各位保证，我不会因为被自己人误会就动摇反共立场，因为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站在哪里，我的立场从头到尾没变过，实际做的事情也是反共挺台，这点不会改变。到死那天，我都想做台湾人。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不能拍了，我也会转为改支持其他台面上的反共台湾人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这种挑拨分化手法对我是没用的，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被带风向了。我本人也完全不会去嫉妒其他台湾的反共自媒体，我是非常乐见这些人越做越好，因为某方面来说，他们也说出了我的心声，是在当我的嘴替有人替你说出心里的话，替你骂中共小粉红，这很爽啊。我虽然是 YouTuber， 但我同时也和各位观众朋友一样，有着观众的身份，而且说穿了，台湾人的反共自媒体会做影片来揭露破解中共手法的，大家想一下，知名度比较高的有谁？我说的不是立委、议员那些身份的人我说的
是自媒体，大家想一下，是不是不多？我现在想到台湾人的反共自媒体会做影片的，就八炯、闽南郎、曹董，有够少，加我也才4位，太少了，导致那些舔共频道的声音太大了，网军假账还一大堆。我平时喊说欢迎大家一起踏上鲁共的道路，一起来反共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想要有更多人加入，我想要台派的反共队友越多越好但得是真的队友啊，不是那种装台派吸粉，结果最后被发现是粉红草的中国网红，我都不用讲是谁，大家心里就知道是谁了。对啦，就是小粉陈宇正，他已经和中共妥协了，也疯狂的攻击我，他现在的影片也已经离不开我了，不是在骂我，就是在骂民进党跟青鸟，然后还一堆蓝白草网红也跟着随之起舞，说我怎么不回应他的 P 图，这部分我真的是无言啊，觉得87真的好多啊，而且有些他们攻击我的事情都是我2年前就讲过了，影片也还放在这，相关文章也都留在我的社群，但蓝白草还是会跳针说怎么不回，不然就是又造谣新的。我不回，一方面是因为我讲过了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们真的不重要，还没办法沟通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你们很可悲。墙内的中国人是因为有中共的管制，才活成小粉红的样子，而你们是在墙外世界，却有办法让自己活成小粉红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是真的就比较笨，还是怎么样？到现在都还有87说我偷频道，其实不是我偷频道，是你大脑被偷了。我官司打赢了，他说我是曲解判决书，一起动这台湾的法官是受嘎者而已啊！不要当法盲好吗？说好的科学、理性、务实呢？你不懂的事情就花钱去咨询律师，而不是在那边听一个跪向中共的中国网红造谣。讲到我厌蠢症快发作了，不想理这些笨蛋啊，把他们封锁了，又要开小号来骚扰我。他说干嘛封锁？不是，你们 M 属性也太重了吧？爱看又爱干，是不是爱上我了？而且你们支持亲共卖台的政党，不就是想要过上中国人一样的生活吗？那我只是懒得跟你废话了，选择封锁而已。你今天在墙内的话，是直接封号呢？这都受不了，你当什么草？言论审查都受不了，你还支持亲中共政党啊？重点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真人，因为现在网军带风向的情况非常多，而且不管哪个平台都有，包括台湾人现在很常用的 Trade， 也能看到不同账号在那边散播绥靖主义，文案写说宁愿被中国统一，宁愿失去所有言论自由，宁愿失去任何民主价值，也不愿自己或身边重要的人死在战场，去换一个甚至不一定会赢的仗。有这样想法的你是不会直接换国籍过去强国生活，你想要过跟牲畜一样的日子，你想要被迫害时没办法声讨，那你去当中国人吗？奇怪，你留在台湾干嘛嘞？大家网络上看到这些假账号真的就直接封锁就好，背后是不是真人都不知道。反而如果是真人的话，那你更应该要封锁他，因为你可以避免在现实生活中不小心认识到这个人。某天现实中你不幸遇到了，你说来追踪我账号吧，结果发现搜寻不到彼此，那你就能马上知道这人的价值观与你不合，就不用浪费时间跟他深交，替自己做一层人际关系的筛选，避免交到损友。如果他是开店做生意的，也可以避免钱花到他身上，耳根又能亲近，百利无一害。今天这支影片是本月特报最后一次更新，以上和各位分享一下我最近遇到的事情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类似的网军洗地情况？欢迎影片下方分享。接着带各位看一段国台办点名认证馆长的影片。洪馆长来大陆开直播的事，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走走看看，只要来过一次，一定还想再来。对于配合民进党当局迫害台湾同胞的台独打手帮凶，包括你提到的所谓的8·9，我们将终身追责，依法严惩。上次被国台办背书的是钟明轩，这次换成馆长了。国台办还为了馆长说要终身就责8·9，这不得了啊！当然，我放这个片段，会有些小早在那边洗地说是记者问国台办，国台办才回的想以此来洗地。但我必须说，会这样洗地的，如果你不是傻，就是太不了解国台办记者会了。那种场合都是中共安排好谁来提问，该问什么，连被问的人要回什么都是先拟好稿的。自己看看国台办发言人回话时，是不是低头看着稿讲？以前的馆长反共挺台是事实，但如今他走歪变成亲共路线，发表伤害台湾言论的事也是事实。现在连国台办都帮忙点名认证，真的别说是别人给他抹红的，这是共党亲自帮他上色啊！念在我也买过馆长的衣服，支持反共时期的馆长，我还是给馆长一个建议：你现在要解套，只有一招了，那就是你去拍习总太太的屁股，毕竟这是馆长以前自己说过的话。我们台湾人呐，今天是不干习近平的老婆，要么马上就可以干你。我都知道他老婆在干嘛嘛，他妈的，老子要你拍他的屁股就拍他的屁股，
馆长如果这趟去中国直播，真的拍了维尼老婆的屁股，拍完还大声喊我们台湾人想拍就拍。如果最后发展是这样的话啊，虽然拍别人老婆屁股不好，但他敢这样做的话，我服了。马上加他健身房会员，直接买5年。古有荆轲刺秦王，现代有馆长打维尼老婆卡称。馆长你要解套啊，想拼个机会重新做人的话，只有这招了。其实我去看了一下墙内对于馆长要去中国的相关留言啊，看起来也是瞧不起居多。墙头草要的只是流量，有可能是第2个钟明轩，这东西是准备要转风向了，来大陆看看，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而已。开始秀红旗了，这个才聪明人墙头草，之前绿转蓝，网络上说过啥都是有记录的。馆长自从上次被枪击侥幸逃过一劫之后变性了，这个比前几年还跟我在脸书上对骂过，我还说只要他来了就去打他，现在我是不是应该准备了？这就洗白了。而国台办除了认证馆长之外，最近有不少中配在台湾开抖音直播，拍摄学生上下课，除了可能违反儿少法、涉妨害秘密罪，本来也不知道这些中配是不是在配合中共密谋些危险的事情。抖音上搜寻台湾小学生，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直播片段。而随着越来越多台湾家长不安以及民党议员检举之后，警方开始抓了。本来还不确定这些中配目的，也有网军洗地凹说只是直播而已，又没怎样。结果这时候国台办又跳出来背书了，说台湾政府是在迫害中配，中共支持的，那绝对就是跟他利益相符的。所以为什么会突然一堆中配在那边直播拍台湾学生？看来也不是没原因的，身带任务的可能性非常高。中共国的法律就已经规定，任何组织或中国人都要配合中共情报工作。而现在中共国台办会跳出来叫，绝对是台湾警方做对了。当国台办对某人某事护航时，就表示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情严查。大家之后路上如果看到有中国人开直播拍学生，就在他旁边大喊：谢谢你支持平反8964天安门事件，谢谢你支持打倒共产党，谢谢你抖内反共基金打倒习近平之类的，那他的直播就会被断线。让我们一起保护台湾的小学生。那不知道大家对今天聊的事件有何看法？欢迎影片下方分享。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，我是波特王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，也欢迎各位加入YouTube 会员支持这个单元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